欢迎收看年度手机颁奖特辑。那么回顾整个2022年呢，我们依旧聊了非常多的手机啊，有这种很多种啊。那么按照惯例呢，是时候该给他们做一下整体的回顾了。欢迎收看 ZPH 2022年度影像手机颁奖礼，记得点赞加关注支持我们啊，因为这样对我们的帮助非常大。那么在节目开头呢，我们还是先回顾一下去年，也就是2021年度的获奖名单吧。回顾整个2022年啊，我相信给很多朋友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对于我们 ZPH 来说呢，虽然说一直在往前走，但也是步履蹒跚的。我们团队的人数啊，这整年就没有凑齐过。那由于测试条件的不稳定啊，所以今年设立的奖项呢，相对于去年来说就少了一些啊。那么今年都设立了哪些奖项呢？有最佳超广角、最佳中长焦、最佳主摄、最佳微距、最佳人像、最佳直戳宽容度、最佳夜景、最佳性价比、最具特色手机、年度最佳影像手机。那参与评奖的手机呢，都是出现在我们节目中的手机啊。那些没有出现过的手机呢，就很遗憾和这次颁奖无缘了。那么希望2023年呢，我们可以让更多的手机出镜。OK， 那么我们来颁发出第一个奖项，年度最佳超广角手机。超广角镜头呢，是我非常喜欢的镜头啊，它可以拍摄出非常震撼的风景照片和非常夸张的人像照片啊，非常好玩。那么去年这个奖项呢，是给了荣耀 Magic 3至真版，但是今年 Magic 4至真版的超广角呢，它居然把最广的视角给藏起来了。在拍摄界面中呢，那个超广角按钮居然不是最广的视角，你还需要手动操作一下。那既然厂家愿意藏，那么我们也就不把这个奖颁给他了。除了它以外，还有一台手机的超广角也非常不错啊，视角非常宽广，而且它的光学素质还是很优秀的啊，边角画质把控的很好。那么这台手机就是小米 12S Ultra。小米 12S Ultra 的超广角等效焦段达到了惊人的12.5啊，肯定是超过13了。而且画质把控的还不错啊，光学素质优秀。恭喜小米 12S Ultra 获得了2022年度最佳超广角手机。下面要颁发的奖项是年度最佳中长焦手机。我发现很多朋友都喜欢中长焦好的手机啊，而且厂商呢也愿意宣传自己的手机有多少倍的变焦能力。那么中长焦能力好的手机呢，可以让大家更好的拍摄远方的细节。那么获得2022年度最佳中长焦手机的是三星 S22 Ultra。三星 S22 Ultra 拥有非常好的中长焦摄影能力，它的3倍跟10倍光学镜头啊，在这个领域可以说没有对手的存在啊，所以三星 S22 Ultra 就获得了我们颁发的2022年度最佳中长焦手机奖。下面要颁发的是年度最佳主摄手机奖。主摄在手机后摄中的重要地位，我相信大家都比较清楚，是吧？那么在手机上，不管有多少小镜头、凑数镜头，主摄是一定要有能吹的地方的。那么获得2022年度最佳主摄的手机是小米 12S Ultra。小米 12S Ultra 是第一台搭载了1英寸底的手机，而且呢，不像其他品牌的1英寸底手机那样，相场是不能完全覆盖整个感光器的。小米 12S Ultra 是可以的。那么当我得知小米要推出1英寸底手机的时候，而且相场还能完全覆盖，我当时就非常担心它主摄的光学素质啊，镜组的光学素质能不能跟得上。从实际的测试结果来看呢，它的光学素质还真的是非常不错的。因为之前没有前人的经验啊，所有的试错呢都得自己来，所以在这点上呢，我们认为小米 12S Ultra 是可以获得2022年度最佳主摄手机称号的。下面要颁发的是2022年度最佳微距手机奖项。微距拍摄呢，是很多喜欢昆虫、喜欢花卉朋友的刚需，而且微距拍摄呢，在生活中也是有用武之地的。那比如说你网购到了有瑕疵的商品，你需要退换的时候呢，总要拍照取证吧。那么这个时候，微距拍摄就派上了用场了。那么获得2022年度最佳微距拍摄手机的是小米12。小米12呢，有一颗专门用来拍摄微距的中焦镜头啊，等效50毫米。可惜的是，这颗微距镜头啊，只能用来拍摄微距，它不能无限远对焦，也就是说它不能拍摄远方。微距效果还是很好的啊，但是拍摄的时候呢，最好用上三脚架，用上稳定器，要不然画面是非常抖的啊，很难拍好照片。但不管怎么说啊，小米12的微距拍摄能力还是非常不错的。那么恭喜小米12获得了2022年度最佳微距拍摄手机奖。哦，对了，那去年在这里呢，还有一个最佳前摄和最佳抓拍手机奖项。那么前摄呢，是由于我们今年的拍摄测试环境不稳定，那么所以这个奖项呢就只能暂时搁置了。抓拍呢，是因为我发现今年很多的手机在抓拍能力上都有了很大的提升啊。那么如果要设立这个奖项呢，会有很多台手机都会获得最佳抓拍手机的称号，那干脆这个奖项呢也就暂时搁置了。那下面要颁发的是2022年度最佳人像拍摄手机。
人像拍摄呢是离生活非常近的啊，有欢乐的场景呢就少不了人像拍摄。那么获得2022年度最佳人像拍摄手机的是 vivo X90 Pro Plus。这台手机呢，我拍了很多人像啊，虽然说很多照片是因为肖像权的原因我不能放在节目里，但是我确实拍了很多。虽然说在这一整年里啊，不能说 vivo X90 Pro Plus 能甩开其他手机一条街啊，还是有接近它的，但是综合评定呢， vivo X90 Pro Plus 还是可以获得我们颁发的2022年度最佳人像手机的称号。下面要颁发的奖项是2022年度最佳直出宽容度手机。还是先简单科普一下动态范围和宽容度的关系啊。那么动态范围呢，你可以简单的理解为是个长度单位啊。那么假如说自然界的光线从最暗到最亮有屏幕这么长，但是拍摄设备呢，它只能感应到这么长的一段。不过拍摄设备啊，可以通过改变感光器的电压呀，改变 ISO 啊，甚至光圈、快门啊，来改变这个长度的范围。那总之呢，这个长度是动态的，但是一旦生成照片，不管是数码的还是胶片的，那么它的最亮跟最暗已经被定死了，就不再是动态的了。那么什么叫宽容度呢？是这个长度上面的刻度，刻度越细啊，那么从暗到亮的过渡层次就越多。宽容度高的照片呢，可以让你的后期空间更大。那么你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动态范围指的是器材，指的是硬件啊，那么宽容度呢，指的是影像。那么获得2022年度最佳直出宽容度手机的是三星 S22 Ultra。这台手机的成像在宽容度方面是非常好的，而且失误率是很低的啊。还有一点非常神奇，就是它可以把亮部拍出晃眼的感觉。这种感觉呢，在其他手机上我是没有见着的，或者说很少见着的。还有一点呢，它自带的 Expert RAW 这个软件还可以把宽容度进一步的提高啊，非常的厉害。那么综合评定，三星 S22 Ultra 获得了2022年度最佳直出宽容度手机。下面要颁发的奖项是2022年度最佳夜景手机。夜景拍摄啊，已经融入了大家的生活，因为现在的人们夜生活是非常丰富的，而且大家在选择手机的时候，夜景拍摄能力强的手机好像更受大家的青睐。但是注意啊，夜景拍摄的好坏不是看亮度，而是看细节呈现的多少。那么获得2022年度最佳夜景手机的是 vivo X90 Pro Plus。和去年一样啊，给这台手机颁奖呢，我是非常不情愿的啊，因为它的自动夜景功能呢是不能永久关闭的。现在的手机都有专门的夜景模式了，为什么不能给自动夜景设一个开关呢？这个功能非常讨厌啊，因为在拍摄夜景照片的时候，你不知道这个功能什么时候就跳了出来，尤其是需要拿起来就拍的场景时候，自动夜景突然跳出来是非常讨厌的。但是综合夜景拍摄能力啊，vivo S90 Pro Plus 确实是细节还原最多的一台手机啊。当然我说的是夜景模式啊，不是那个讨厌的自动夜景。所以获得2022年度最佳夜景拍摄手机的是 vivo X90 Pro Plus（括号我很不情愿把这个奖颁给他）。哦，对了，去年到这里呢还有一个最佳录像的奖项，但是今年我一琢磨啊，由于我们录像测试环节呢还是比较简单的，干脆这个奖项呢也暂时搁置了。以后呢，录像环节呢，我们慢慢再丰富啊。不过呢，我个人呢还是有排名的啊，因为我们每期节目开头呢都会有鼓励摄影环节，这个时候呢，我会用手机用录像的方式再录一段当时取景的过程。这段录像啊，由于当时脚底下未必平整啊，很多手机都会出现对焦的抽动啊，还有果冻效应等啊。但是有一台手机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就是三星 S22 Ultra， 就连 iPhone 14 Pro Plus 都没有它强。但是毕竟我们的录像测试环节呢还是比较简单的啊，所以我还是不能简单的就把最佳录像手机颁给三星 S22 Ultra。那么这个奖项呢，还是先暂时搁置啊。那么下面呢，就要颁发最后的3项大奖了。首先要颁发的是年度最佳性价比手机。今年是很难找到售价又便宜，但是镜头又多的手机了。总是手机的售价一便宜啊，镜头的配置也跟着减，镜头的数量呢也跟着减。但是呢，还是有一些手机啊，硬件的处理性能不错啊，影像相对也挺强的手机。那么获得2022年度最佳性价比手机的是努比亚 Z50。这台手机呢，它的处理器我就不多说了啊，很够用啊。对于性能方面呢，我估计大家都比我们更了解了。在影像方面呢，它配备了一颗光学35毫米焦段的镜头，成像素质还是不错的，尤其是它的夜景能力啊，在它的价位区间里呢，可以说屈指可数的了。
那么综合评定呢，努比亚 Z50 就获得了我们颁发的2022年度最具性价比手机奖项。下面要颁发的是年度最具特色手机奖。这个奖项呢是颁发给和其他手机在影像方面有不同，而且这个不同做的还比较不错的手机。那么获得2022年最具特色手机奖的是中兴 Axon 40 Ultra 和索尼 Xperia One Mark IV。那么先说中兴 Axon 40 Ultra 吧，它能获得这个奖项呢，是因为它的主摄有光学焦段的35毫米镜头，这点呢和前面的 Z50 是一样的啊。但是 Axon 40 Ultra 的整体影像能力更强，而且它还有长焦镜头啊，当然了，它也更贵啊。那么索尼 Xperia One Mark IV 呢，虽然说它配备了可以光学变焦的长焦镜头，但是这颗镜头的光学素质并没有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反而是它的拍摄界面、摄影大师界面啊非常好用，还有就是它那颗实体的快门按键，从熄屏状态唤醒出拍摄界面，还有在拍摄时候的拍摄体验啊，都是非常优秀的。那么这2点呢，是我觉得它和其他手机不同的地方，而不是那颗可以光学变焦的长焦镜头。那么综合评定获得2022年度最具特色手机奖的是中兴 Axon 40 Ultra 和索尼 Xperia One Mark IV。OK， 激动人心的时刻马上就要到了啊！马上就要颁发最终大奖了，2022年度影像手机大奖。要不然先进段广告吧。骗你们的啊，其实没有广告啊，本来是有的。我们一直坚持自费购买手机来上节目，偶尔接一些广告呢，贴补。但是这次呢，我觉得广告的调性和本期节目有点不符，于是就把广告推掉了。去年获得最终大奖的是三星 S21 Ultra 跟索尼 Xperia Pro I。那么如果今年的评选标准要是不变的话呀，这2个品牌的旗舰机还能获奖。但是我觉得他们今年的手机相对于去年来说进步的幅度不是很大，所以呢，我不能把最终大奖颁发给他们。那么获得最终大奖2022年度影像手机称号的是小米 12S Ultra。小米 12S Ultra 有一点是极好的，那这极好的一点呢，并不是它的成像，不是它的解析力，而是极快的拍摄速度。我不知道屏幕前的各位有没有用过，咱就不说胶片相机了啊，咱们就说数码单反相机。如果您同时用过终端和旗舰单反相机的话，那么在拍摄的时候，你一定会对取景器中反光板的利落程度不同而记忆犹新的。终端单反相机为了保证拍摄速度呢，它反光板的抬起速度还是非常利落的，但是落下的速度呢就有点拖泥带水了。而旗舰单反相机呢，它的反光板运动速度啊是非常迅猛的，在整个拍摄过程中，取景器里就像打了一道黑色的粒闪。那么小米 12S Ultra 又给了我这种感觉，它的成像速度是非常快的。还有呢，就是它内置的色彩风格啊，其中呢，居然有一种是我喜欢的，而且它这些色彩风格呢，还是有别于其他手机的啊，这点我也觉得非常好。不过呢，这台手机其实也是有缺点的啊，比如说它经典模式的宽容度失误是很厉害的，还有它的长焦不行，而且呢根本就没有微距。但是呢，并不影响这台手机获得我们的最终大奖。那么恭喜小米 12S Ultra 获得了我们颁发的2022年度影像手机大奖。OK， 所有的奖项都颁发完了，让我们再回顾一下获奖名单。今年获奖的手机品牌呢，比去年少了一些啊，没有去年那么琳琅满目了。很多奖项呢都被同一个品牌的手机夺走了。那么我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啊，今年很多手机厂商把自己的产品定位都做了更改，还有呢拉长了新手机发布的时间。但是我相信23年将是复苏之年，我希望各行各业还有屏幕前的各位都借助着这股复苏的劲头越来越好。那么本期的颁奖节目呢就要告一段落了，结尾呢我还是会把这一整年我用手机拍摄的摄影作品都放出来。那么拍得不好抛砖引玉，在每期节目中呢我都会鼓励大家参与到摄影中来。那么这个年头啊，想参与到摄影中来呢是非常简单的。记住啊，虽然器材分好坏，但是摄影不论器材。再见2022，你好2023。